深度解剖黑神话悟空游戏数据，会发现你的老婆平平有血条，并且是可以被打死的，以及在内部文件中发现吐槽玩家的字样。游客你要干嘛？顺便在广谋的扇子上发现了写着1965年7月7日等字样，并且这个扇子上隐藏了一个足够让游客封神的彩蛋。别相信你的眼睛，黑神话悟空游戏幕后大揭秘第6期来了。一直以来，游戏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存在很多空气墙。在以前的节目里，我给大家展示过《只狼》中的空气墙长什么样，于是打开黑神话悟空的系统测试场景，就能很清楚的看到一个半透明的巨大墙体，这就是黑神话悟空中的空气墙了。除了能看到空气墙，在这个系统测试场景中也能够看到开门、开宝箱、吸魂魄等等能跟玩家产生交互的东西。在这些交互动作中有一个敲鼓的飞案，我怀疑是在黄金国打副版的时候，最开始的设计是让玩家自己敲鼓，没有黄蜂大圣助你的剧情，没想到吧？除了这个飞案，还有一个上升气流测试的飞案，有点类似于法环中的上升气流，但是效果没做好，要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么就是飞得太高直接摔死了。接着在这里拉高摄像机，可以看到程序员写给测试人员的话，不止用来 debug， 这里的之还写了个错别字，也用作功能展示，所以适当写一些说明，装的规整一点，意思就是这些板子别随便乱放，摆放的整齐一些，顺便在板子上还要写点字，物件不要超过子关卡范围，选择合适的子关卡模板大小，注意归属于对应子关卡，不要放狼灵3之外的怪物，这个狼灵3就是黑风山的小狼妖。除此之外还能够看到这样一句话，假装他是10中金大圣，再结合上面那句不要放狼灵3之外的怪物，假装没毛病。所以如果你看过上一期视频，就会发现游戏科学的开发者很喜欢写一些无厘头的话，比如狮虎么么哒、猛男攻击、细狗攻击，这些词想必大家还记忆犹新吧。这次我又找到一些，比如双刀僧滴血量时会装逼，独地大王临终关怀药检关怀，荣达厕所、西征厕所、拮据厕所、良政厕所，还有五行山厕所、金星厕所等等各种厕所，还有一句各种用途一片净土，爆笑了家人们。其实厕所就是测试，输入法联想罢了。至于视频开头说的那句吐槽玩家，结合上下文，应该是指第2章波浪谷小孩支线，这里的吐槽玩家只是代码的备注信息，实际播放的是游戏里的怪物吐槽玩家的语音。还有游客为了让配音老师读准读音，笨货的笨字用拼音标识了，大王要读代王，快看快看猴子来了要悄咪咪的说。所以当有人解剖出来游戏里面有 AK47， 并且 AK47 还有大量细节描述，就一点也不觉得离谱了，毕竟游客的开发者一个比一个能整活。而当有博主做出第一人称手持 AK47 的 mod 时，算是完美闭环了。接下来我要聊一个东西，那就是在测试场景中发现人种带掉落的字段。之前已经有很多人通过修改器调出来后天带这个法宝，但除了文字以外啥也没有，只知道有这个东西。于是我就喊我大哥变亮用人种带这个词在后台搜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在内部后天带就叫做人种带，并且人种带这个法宝的技能说明有足足320行。仔细看了一下，人种带可以给游戏中所有的法术技能提高伤害、减少冷却时间、增加额外的效果等等，它就是一个 buff 增强器。我感觉被砍掉的原因就是太强了，所有的技能都要适配，程序上 bug 太多搞不过来。还记得上期视频中我把弥勒召唤出来，发现他有血条，并且还能揍他，继续挖掘发现人种带这个词一直搭配弥勒在使用，弥勒头人种带造成伤害，弥勒头激活，弥勒头暴击恢复法宝能量，还有弥勒2击杀恢复法宝能量。也就是说人种带是要玩家打弥勒才会掉落的法宝，因为种种 bug 的原因这段就被砍掉了。再结合人种带的技能过于离谱，所以砍掉也能理解。在视频开头我说你的老婆平平也能够被打死，是因为召唤出来她也有血条，只不过血条上没有写她的名字，如果只是平 A 也打不到她，必须要下毒才行，所以召唤虫子下毒就能慢慢折磨死她，并且死掉以后还会掉装备，说明游哥曾经真的想让玩家跟平平打一架，我喜欢。而且不仅是平平，就连强制召唤出来的哮天犬在召唤的一瞬间，背景 BGM 立马就变了，这一听就是战斗的 BGM， 说明哮天犬曾经也是玩家需要对战的敌人，并且那个小张太子在内部文件的名称就是叫哮天犬，说明他就是哮天犬的人形。而说到人物的废案，还有那个吊死的灵虚子，其实他还有一个活着能动的模型，并且看着还挺年轻的，可能在曾经的剧本中，年轻的灵虚子会出现跟玩家聊聊天之类的吧。除了这个测试房间以外，还有另外2个测试房间，一个是当年游哥整活展示 bug 的这个房间，整体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完全可以把黑神话悟空 BVB 放在这里，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小西天的湖面下雪看不清，而且在湖面上还能够看到游哥扫描冰面食物的时候扫下来的轮胎印，这看着多出戏啊！还有观音禅院太小不好施展技能，或者黄金国的沙漠太晃眼之类的，这里完完全全就是为打架而生的嘛！技能招式看得清清楚楚多好，而且还能够看到产生的粒子数有多少，各种乱七八糟的数据，对想要研究游戏开发的朋友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哦对了，还有就是游戏第一支预告片中猴子穿的这套衣服，正式版中没有这件衣服，但通过修改器是可以调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相比于正式版游戏的初始衣服更显得朴素，所以你们更喜欢哪一版的初始衣服呢？而在大揭秘的第1期视频中，我以为这个白魔是最低画质的猴子，但其实这玩意就是不穿任何衣服的情况下的默认形态。没想到吧？反正我是没想到，但你别说，这个造型还是挺酷的，不仅是身体，还有一根棍子也没有上贴图，这根棍子叫做测试用武器，
这就跟我上期视频里提到的那个废案通用演出隐藏武器已废除一模一样。至于最后一个侧耳房间就是这里了，招式技能演示的录制场景，你在游戏中看到的演示视频都是在这里录制的。拉高摄像机以后会看到这里就是单独搭建的一个场景。我说怎么在游戏里找不到呢？顺便提取出所有演示视频，发现都是点 BK2 格式。游戏中的视频需在玩家特定操作或触发事件时立即播放，不能有明显延迟。点 BK2 格式优化后解码快，能在各种游戏平台硬件环境下迅速将压缩视频数据转化成可播放图像，确保流畅播放，满足游戏对视频即时性要求。顺便说一下，所有的演示视频加起来一共是360兆。接下来聊聊游戏中的一些废案内容和隐藏设置。通过调试，我们可以在法术栏看到一堆被隐藏起来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是法天象地，这玩意可以直接当法术使用，但体型没有打二郎神时候大，而说到二郎神，在他们对战的地底下存在着一大堆的天兵天将。猜测这里原本是想让玩家跟天兵天将打一打，但考虑到玩家已经变得跟山一样大，让天兵天将也放大就太离谱了，于是就把天兵天将给藏起来了。而且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战场上还有一条没有隐藏好躺在地上的龙，这条龙就是四大天王释放出来的那条龙。顺便删掉这里的雾气，还能够看到开发者在制作地图场景时候的拼接痕迹，相当的出戏哦。不过如果你可以在黑风山打那只赤斩龙的时候把这里的雾气全都给删掉，会发现这里的场景删掉雾气比不删掉雾气还要恐怖和诡异，几座塔和一大堆的神佛雕像，真怪。顺便在删掉雾气的情况下打开菜单，就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变暗了，也就是说每当你打开菜单的时候，游戏世界就像拉闸关灯一样一片漆黑，没想到吧？于是利用拉闸这个原理就可以拍出超多大片，这氛围感直接爆炸了，爆闪的光线加上巨大张力的动作，随手拍都是大片啊。接着第二个是金蝉，调出来以后可以在非特定关卡中使用，但我个人认为游戏中没有解谜和潜行暗杀的元素，这个金蝉纯纯就是为了满足玩家而不得已加入的功能。毕竟第一个预告片中金蝉的出现让很多人都很兴奋，如果在正式版中删掉这个金蝉，刚发售的负面舆论可能会更高。同理还有那只狐狸，连动物都不会变，还当什么天命人？除了这些能使用有描述的法术以外，还有不少只有名字没描述的法术，比如压顶，这是要玩泰山压顶吗？萨踏，看名字感觉就是那种在空中踏步飞行的感觉。白练武，这什么玩意？云来，难不成是利用天气攻击？雾网，召唤迷雾遮挡敌人视线是吗？那攻城呢？这个就真看不懂了。图标上是一只疯魔手里剑，激荡，看图标像是水流，也像是闪电。木兵，这个就知道了，放冰柱攻击敌人。至于浴火，就肯定是浑身缠满火焰了。当然了，这些法术就算是装备在玩家身上也是使用不了的，非常的可惜。哦对了，还有精魄里的那只青蛙，原本游戏中是使用后随机产生一只青蛙发动攻击，但在早期设计中这几只青蛙每个都有单独的精魄，用到哪个用哪个，整合起来估计是觉得随机更加好玩吧。最后我要聊一个足够让游客封神的彩蛋，也是独属于中国人非常浪漫的彩蛋，那就是广蒙手里拿的那把扇子。拉近摄像机，你会发现扇子上竟然写着1965年7月7日仲荣先生立社，拽凤校正，地报实际。而这幅扇面出自傅抱石老师之手，老师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挂在人民大会堂上的那幅江山如此多娇，而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灵感竟然是来自沁园春雪。所以说游客这家公司是真的特别浪漫，太牛批了，每一处的细节都不是随便乱弄的，佩服。那么我是东仔，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